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4日上午的10点22分啊，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那道指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0.5的上涨，那这样的上涨呢，我们看到啊，意味着啊，标志着它的震荡要开始了。但同时呢，我们在12月15日这一天啊，看到道指有悟空阴线啊，那接下来的行情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我认为都是一个8阶 K 线组遇到的妖怪 K 线啊，也叫干扰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行趋势的判断。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依然判断日线级别啊，道指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出现啊，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32000点。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预期，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周线级别上12月5日就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目前是处在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重新回到下跌通道。那如果这个下跌得以持续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个轮急速的下跌啊。那么目前为止啊，虽然出现了一个昨天0.5%的反弹啊，但是依然是看空的。那么这两天比特币的行情毫无波澜啊，始终处在1690均线啊。这个1690均线呢，我们看啊是4小时级别1690均线之下运行啊。一旦通过这个1690均线，证明是行情有可能突破，但目前来看始终被1690均线所压制。那整轮行情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啊，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44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没有跌破啊，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拉升动作，到达18300点，也就是波峰连线连过来的这个位置开始下行，下行之后啊，行情中啊出现了一个16000点的日线级别的4次等位置波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我们在底部位置通过合并波谷之后啊，可以看到第一个波谷和第二个波谷是可以合并成一个的，1、2、3、4次波谷之后啊，就有可能出现一个符合江恩等位置波谷法则的一个低点，所以呢，当前行情在日线级别上还是非常危险的，还是容易出现新低的。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1月8日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11月9号是8阶阴线。那么现在为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日线级别的这个8阶阴线运行的啊，所以呢可以统称为8阶阴线组。那么接下来日线级别就有可能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目前在日线啊均线系统上，我们看到它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同时呢我们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因此呢以做空方向啊，依然是以做空方向为我们的主要获利方向。那么在行情当中啊，除了知道趋势外，还要找到位置。那么第一个位置呢是啊，在17000点啊，这两条均线是4小时级别1440均线和1690均线压制的位置，在这里呢可以布局一定数量的空单。那么再往上呢是18000点，那18000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9月份啊波峰连线连过来的，位于18000点的一个压力线。那么再往上呢就是19000美金了，这个位置很难到达，因为它是前面行情当中通过4次等位置波谷啊，在19000美金形成等位置波谷之后快速下杀过来的。那么下跌趋势只要存在啊，19000美金就不容易到达，所以呢你主要的布局空单的点位就是在17000美金和18000美金这两个重要的线附近啊，在这个区间和线附近啊去布局空单啊。那在行情当中把握趋势，找到位置，分布式进场，然后设置止损之后啊，你就容易获得啊趋势上的利润。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周线级别11月7日这一周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我们看到啊，都是围绕这个悟空阴线展开的啊，也叫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的判断。所以呢，周线级别就有
八进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预期。如果比特币最终完成本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啊，那很有可能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啊10500啊。当前价格16849虽然感觉很便宜，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啊，下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啊，特别是在外围市场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美股呢出现了一个下跌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比特币仍然有可能走出一个新低。那在新低前后去布局现货是最终我们在这轮熊市当中抄底的一个机会，也是对于空头来说也是获利的一个机会。那对于以太坊的日线级别来说它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非常明显下跌趋势当中，原因和比特币一样在11月9日这一天呢，出现了悟空阴线和八进阴线。那么现在日线级别对于以太坊来说处在八进阴线的势力范围，八进阴线后面所有的干扰性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因此呢，我们对下方日线级别的以太坊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日线级别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的。那么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它是一个黑洞。那么在黑洞的效应下呢，我们看到以太坊价格从1350跌到了1150，那么这样的下跌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样的反弹呢脱离了黑洞所以呢，目前以太坊仍然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震荡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新低。那么在周六周日两个交易日呢，我认为不太可能直接跌下来，所以呢目前来看以太坊和比特币处在一个还是平稳的周末这个节假日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应该关注的币种呢，对于多头来说，对于现货来说，是一些有资金热度的有结构的，发生了一定突破的山寨。那么在前两天行情当中，我和会员群朋友做了一个 Luna C 和马斯克这个币。做的方法呢，主要是通过均线的战法，也就是说我在均线体系里面设置4条均线5日均线、10日均线，还有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我们把5日均线、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作为观察线。我们可以在图上看到蓝色线和粉色线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那么绿色线和黄色线呢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我们看到5日均线突破10日均线5日均线、10日均线分别突破了144和169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进场的位置。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色线底下这个黄色线设置成止损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了进场的位置，有了止损位，然后跟随行情一路上行。当然了，我们的初始的时间级别在短线来看是15分钟级别的，在15分钟级别做完之后有了进场的位置之后，要把时间级别放大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放大之后，目前来看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5日、10日突破144、169，那么意味着我们目前是可以继续拿一下的这个Luna C 的。然后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再次放大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会给出我们的一个目标位。那这个目标位呢是系统自动给出的给出的理由呢是因为我们在均线里面已经设置好了5日、10日、144、169。那么我们下一个目标位呢，对于 Luna C 呢就是在 0.000159 附近。因为这个位置呢它是缓慢下移的，我们看到这个均线系统呢是缓慢往下走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当前均线位置的价格略微减去一块就是未来这个 K 线本身的价格系统和均线系统相交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目标位。
行情到达目标位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应该要减仓，减掉一部分获利仓之后，剩余一部分仓位，耐心等待它有可能发生的突破。如果不做减仓动作呢，那你之前获利的部分很有可能在回调过程当中损失。所以呢，在行情当中，除了知道进场点位、出场位置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控制仓位。只有控制仓位、设置止损有了盈亏的概念之后才能获得短波行情上的利润。那昨天我在看微博的时候看到有这个现在所谓的大 V 什么比特币什么币这币那币他们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很多山寨币已经归零了，归零了之后呢比如说 Oh My God 这个17年的一个非常热的币种现在已经接近归零 ，PAY 呢已经接近归零，底部位置非常低，包括 FIL 目前的价格呢都是非常低的跌了几乎100倍甚至有的币种像特别土狗的一些币种，像大剑道指自拉这种币种都跌了上千倍。他认为就是在底部你去买一些这种币种，未来可能会赚500到1000倍甚至更多但是呢，你要知道你的资产是极其有限的你可以说你手里面有20万吧，去买一些山寨那你最多呢一个币种买2万块钱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资金的有限度和目前市场花样繁多的这些山寨相比，你的资金是少得可怜的2万块钱去买一个特别山寨的币种，未来即使重新启动牛市的话，那之前被大幅炒作过的山寨币它并不一定会出现多大的拉升动作，所以呢，你可能会血本无归好多这种噱头的东西，你去参与的话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因为归零了就是归零了，很多币种它是在这个事实上是归零的特别是未来的炒作概念会发生进一步的轮动比如说之前我们是一个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铁路、汽车、灯泡电报。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是互联网，那现在呢是人工智能，对吧？每一个时代呢有每个时代炒作的标的。那上一个时代17年这个时代和22年、21年的这个时间炒作的东西出现了轮动，那么到了24年的牛市当中也会出现进一步的轮动之前被玩坏了的东西很多就已经坏了不可能重新启动很多都不可能重新启动你赌上哪个那是押对了，但是基于大家资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是无限的这种情况下不要随意的去做这种动作，你可以少量参与，但不要把这个更多的机会赌到这些土狗币种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大家，再见。